说到新加坡，很多人可能会想到他们国父李光耀的强硬领导风格，以及他开启超过半世纪的李氏王朝。但你知道吗？新加坡的总理现在不姓李。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新加坡的李氏王朝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在新加坡的政治舞台上面，李氏家族总是扮演着核心的角色。自从李光耀担任第一位总理，后续再包含儿子李显龙的任期，有超过50年的时间，李家一直是新加坡政治的代名词。甚至还有很多的外国媒体会直接称呼新加坡的政权是李氏王朝。但你知道吗？今年5月，李显龙不只宣布卸任还把领导权交棒给了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黄循财。对，他不姓李。而黄循财呢，也在就职演讲上强调，他会跟前人不一样，用自己的方式治理国家。很多外媒都认为这象征着新加坡的李氏王朝正式的走入历史。为什么李家人愿意交接权力？李氏王朝又是怎么样维持这么长的时间的？交棒就真的代表李氏王朝结束了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你曾经在一堆笔记和资料夹当中迷路，找不到自己想要的那段记录吗？快来试试我也在用的笔记软体 Heptabase。Heptabase 的视觉化排版呢，可以让你一次把许多的笔记放在一起，不只能够自由自在的记录移动，还能够建立连线。而且它的白板、卡片和心智图的功能，除了可以让人记得更清楚，在使用的时候，这个拆解、重新组织资讯的过程，有的时候也能够帮助我进入专注的心流状态，并因此对于主题有更深刻的理解，产生新的收获。像我平常不只会拿来整理资料、消化资讯，还会用来沟通讨论、脑力激荡，提升工作效率。如果你也想要体验视觉化笔记的效果，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开启免费试用吧。要来聊聊新加坡的李氏王朝，我们可以先从1950年代开始。当时新加坡呢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在2战结束之后，受到了全球去殖民化运动的影响，很多的地方都在争取民族自决，而李光耀也深受这股潮流的启发。1954年，李光耀为了争取新加坡自治还有独立，和一些左派人士以及共产主义者合作，成立了人民行动党。李光耀也成为了党内的首任秘书长。1959年，在他们的努力之下，新加坡呢从英国的直接管制当中脱离，成为了自治邦。在后来的选举当中，人民行动党呢也顺利的大获全胜，由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的总理。但李光耀觉得还不够，他想要的是新加坡可以完全独立于英国的掌控。当时新加坡呢只是个资源有限的小岛，所以李光耀想要跟隔壁邻居马来亚联合邦，也就是现在的马来西亚半岛合并。但人民行动党的左派分子并不想所以李光耀就跟他们爆发了激烈的冲突。那为了达成目的，李光耀一方面游说马来亚联邦可以利用新加坡的港口贸易跟马来亚联合邦的自然资源互补，一起成为繁荣的国家。而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跟英国积极合作，因为他知道英国政府作为反共阵营的一员，很担心这些东南亚国家独立之后，共产党的势力会壮大。所以1963年李光耀跟马来亚联邦、英国政府合作，发动了冷藏运动，抓捕了很多反对党的成员，而这其中呢，也包含了他过去一起跟他建党的盟友。这个行动呢，不只有效的削弱了这个新加坡的共产势力，也让英国更放心的让新加坡独立。同年呢，李光耀就宣布，新加坡和马来亚联合邦、沙巴还有沙拉越等地呢，组成了新国家马来西亚。但不到2年的时间，新加坡就被驱逐出了马来西亚。其实，在合并的时候呢，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跟马来西亚总理领导的联邦政府，在种族权力分配的议题上面就已经存在着一些分歧。主要的原因是马来人呢，对于新加坡华人的数量跟潜在的实力有一定程度的担忧。后来，新加坡呢又爆发了种族骚动，造成了23人的死亡。马来西亚国会呢担心局势会进一步的恶化，所以1965年呢就投票呢把新加坡扫地出门。当时的新加坡州长李光耀在宣布新加坡被迫独立时呢，甚至还为此落泪。但他同时也呼吁新加坡人团结，要共同的努力建设一个独立、繁荣和安全的国家。而李光耀呢，也开启了他长达25年的铁腕治国。李光耀认为在一个发展中的国家，部分自由必须牺牲。他强调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不适合新加坡，所以他的领导风格非常强硬，不止严格的控制言论自由，也立下了很多严格的法律。
在言论自由的部分，政府呢不只会审查媒体，还会对异议人士提出告诉，让他们面临法律还有财务的压力。比方说呢，新加坡的反对党像是前工人党领袖惹耶勒南、民主党领袖徐顺权呢，就曾经多次被以诽谤罪起诉，最后因为巨额的赔偿而破产。此外呢，李光耀也设立了很多的严刑峻法，他认为自己作为政治上面的最高领导人，没人怕我，我就没价值了。所以新加坡除了有鞭刑，在地铁上面喝水吃东西，还会被罚款新币500元。甚至为了要保持市容的整洁，在新加坡呢，口香糖基本上不能够进口，也不能够贩卖。李光耀表示，新加坡是一个保姆国家，政府会教育人民什么是良好的行为，让人民拥有公共美德和法治的观念。他认为这些努力呢，让今天的新加坡成为了一个比30年前更愉快的地方。1990年呢，李光耀卸任之后，他把国家交棒给副手吴作栋，但还是继续的影响着新加坡。李光耀在交棒之后呢，陆续担任新加坡的内阁资政、国务资政，参与政府的重要决策，而且拥有非常大的发言权。不是要这样子的话，李光耀干嘛要交给吴作栋呢？有人认为吴作栋其实只是李光耀在帮儿子李显龙铺路的过渡期。早在1984年呢，当时还是副总理的吴作栋呢，就曾经推荐李显龙担任国防部长的政治秘书。同年的32岁的李显龙也选上了国会议员，参与新加坡政治。其实出当时他们就已经开始为接班人铺路。但李显龙不止年轻，从政的经历也不够丰富，再加上后来李显龙被诊断出有淋巴癌，有健康方面的疑虑。有人认为呢，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李光耀才交棒给吴作栋，让李显龙先当副手。但无论如何，2004年李显龙在恢复健康又累积足够的经验之后，正式的接任新加坡总理。而李光耀呢，也直到2011年的5月才退出新加坡内阁。如果从新加坡独立建国开始算到今年李显龙卸任，新加坡呢有将近60年的时间，政权几乎可以说是牢牢的掌握在李家父子手中。所以呢，有很多的外媒会称呼新加坡政权是李氏王朝。但新加坡可以选举啊，他们没有想过要换人做做看吗？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可能要稍微的讲一下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新加坡是一个议会内阁制的国家，虽然呢设有这个总统职位但只拥有象征性的权利。主要的国家领导人是总理，总统呢由民选产生，任期6年，而总理不直接民选，是由国会最大党的领袖担任，任期最长为5年。不过总理没有连任的限制从新加坡独立建国以来呢，就一直是由人民行动党执政。那虽然新加坡的执政风格呢，常常被外媒批评集权专制，也没有什么言论自由。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所公布的这个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历年来呢，新加坡的排名大约是在130到150之间，在全部180个国家当中呢，位于中后段。但是大部分的选民还是对于这个执政半世纪的人民行动党最放心。从2006年以来的每次大选，人民行动党呢都有60%以上的得票率。根据今年的一项调查，有77% 的新加坡公民以及永久居民都认为国家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人民行动党支持者呢，也特别的欣赏李家父子为新加坡带来的社会稳定跟经济繁荣。在李光耀时期新加坡虽然被迫独立，但积极的参与国际组织，同时大力发展经济。李显龙执政20年的 GDP 更是成长了2.3倍。不止月薪的中位数呢，从新币的2326元成长到了新币5197元。用来衡量这个贫富差距的吉尼系数，还从0.42下降到了0.37，显示出了新加坡的财富分配更加的平均。不过，也有人呢对于李家的长期掌权抱有不同的见解。首先是对于经济繁荣有不同的看法。虽然新加坡的贫富差距在降低但对于一般民众来说，生活还是非常的辛苦。这是因为新加坡的生活成本是全球第1高，对于平均收入的家庭来说呢，即使跟有钱人差距降低，但生活上面还是会觉得入不敷出，没有享受到经济的果实。另外，也有民众认为时代已经不一样了。过去李光耀认为新加坡人民不想要自由，他们要的是房子、医药、工作与学校。但现在经济已经不是新加坡的主要课题，政府还在用严刑峻法、言论管制的那一套，很多人都觉得已经不合时宜。像是2015年，新加坡童星于鹏山呢，在网络上面批评刚过世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就被李显龙政府起诉，判他要监禁28天。这起事件引起了部分新加坡以及国际公民团体还有人权组织的不满，很多人都觉得新加坡政府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实在是过于严厉。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李家人呢都在批评李显龙。
过去李显龙的弟弟李显阳一直都很低调，但在2017年，李显阳呢因为李光耀的故居跟李显龙杠上了，他跟妹妹出面指控李显龙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违背父亲的遗愿，想要把李光耀的故居盖成国家纪念馆，搞个人崇拜。另外呢，他们也指控李显龙滥权，把政治野心寄望在他的儿子李弘毅身上，让他们对李显龙的领导失去信心。他们强调国家必须大于一个家族。对此，李显龙呢在第一时间就否认这些指控，而他的儿子李弘毅呢也透过脸书表达自己无意从政。那无论如何呢，在今年的5月李显龙宣布交棒给黄俊才，很多人都认为这象征着李氏王朝落幕、平民执政的时代到来。其实早在2012年呢，李显龙就宣布他不想在70岁以后担任总理，但刚好遇到疫情，为了稳固新加坡，他才延后到今年以72岁退休。而新接上总理位置的人呢，是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俊才，今年51岁，曾经担任过李显龙的首席私人秘书。大部分的报道呢，都说他的性格低调沉稳，亲和力十足，而且在疫情期间呢，更是带领新加坡成功的抗疫。在就职演说当中呢，黄俊才也强调他的领导风格将会是跟前几代人不一样，而且首要条件呢是要号召年轻人加入团队，帮助他为新加坡人提供他们应得的政府，显示出他开放亲民的态度。根据统计，有 38% 的新加坡民众呢对于黄俊才的新政府抱有很大的期望，但这是不是真的表示李氏王朝结束了呢？有些专家认为确实有可能。他们分析，过去吴作栋担任总理，李显龙已经准备好接班，但这一次李显龙的儿子还有他的弟弟妹妹都表示对政治不感兴趣，在后继无人的情况之下，李氏王朝可能真的会宣告结束。不过也有专家认为李显龙卸任之后还是会出任国务资政啊，还是有决策权。如果他可以找到接班人来继承政治资本，那这个由李氏说了算的李氏王朝很可能不会这么的简单结束。我们在看资料的时候呢，看很多新加坡人民的心情很矛盾，他们渴望改革又害怕改变。一方面，他们对于政府的严格控管、媒体审查以及打压意见人士感到不满；另外一方面呢，又怕真的让反对党上任，会影响到现在的经济繁荣跟社会的稳定。所以我们也很好奇执政党让黄俊才交棒，真的可以解开这个矛盾，开启新加坡的新时代吗？老实说，我们自己比较悲观，因为李氏家族呢在新加坡拥有深厚的政治威望，很难马上就削弱。再加上呢，李显龙在人民行动党以及政府内部当中还是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认为呢，在短时间内黄俊才政府的风格可能还是会有不少李显龙的影子。不过之前呢，我们有支影片在讨论新加坡为何发展这么快速，有网友留言，他认为新加坡的政府呢确实精准有效率的执行政策，维持社会的安定。但相对的，需要创意的产业，像是媒体啊、文化产业等等，就比较没有发展的空间。那黄俊才过去曾经在新闻通讯啊、艺术、文化、社区等相关的部门工作过，不只喜欢弹吉他，也善于经营社群媒体，常在 IG 啊或 TikTok 上面分享生活的大小事，甚至呢有媒体封他是抖音部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我们推测，比起李家父子黄俊才执政之后，可能比较有机会松绑文化创意产业的限制，甚至是推动发展。而这样子的改变呢，或许能够让新加坡除了国际金融中心之外，有机会出现不同的面貌。但实际上，黄俊才政府会怎么样执政呢？真的会跟以前政府很不一样吗？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知道答案了？好的，那最后呢，我们也想问大家，你觉得黄俊才政府真的会对于新加坡带来不同的面貌吗？会吧，至少就职演说感觉很有诚意，并不会有李显龙还在政治中心，短期内呢应该没有什么样的新作为。C 我不知道，感觉要多一点资料才能够判断。底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新加坡李氏王朝。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新加坡发展以及编行。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是不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